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日启程访问卡塔尔，将谈及阿富汗撤军，随后前往德国，与德国外长马斯共同组织20国部长线上会议，讨论阿富汗局势。外界质疑此行是否代表美国将再度插手阿富汗事务，美国的盟友是否愿意为拜登政府收拾烂摊子，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。来看看报道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五表示，周日将飞赴多哈会见卡塔尔领导人，感谢他们在美军撤离阿富汗期间提供的帮助。他还表示，美国政府仍在与希望离开阿富汗的人联系，也指派了专门的对接团队，并会继续就重要问题与塔利班保持沟通。自2013年起，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开设政治办事处，负责开展阿富汗内部谈判，并与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保持沟通等事务。这意味着布林肯有机会在多哈与塔利班代表会面，对此布林肯不置可否。对于布林肯的卡塔尔之行，外界普遍质疑此举是否意味着美国将重新插手阿富汗事务。对此，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马晓玲向深圳卫视记者分析称，虽然美国已经撤军，但由于阿富汗仍属中亚大国，也可谓是美国的政治遗产，美国并不准备完全抛弃阿富汗。塔利班呢，虽然说这个实现了这个权力变更，如果能向好，美国呢罪责呢感觉会少一点。如果阿富汗就此乱下去、衰败下去，那美国就永远就是被世界舆论这个所指责。还是希望塔利班呢能把这个国家能领导好，这点我们应该相信，美国不会说是盼着这个塔利班领导的话就看塔利班的笑话。外界注意到卡塔尔对塔利班的态度十分友善，也是美国及其盟友撤离阿富汗的首选中转站。上周，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表示，孤立阿富汗塔利班可能导致阿富汗局势进一步动荡。他敦促世界各国与塔利班保持接触，以帮助解决阿富汗的安全与社会经济问题。他同时也强调，卡塔尔政府并不急于承认塔利班为阿富汗合法政府，但卡方全力支持在阿富汗实现和平稳定。卡塔尔也是第一个为塔利班提供援助的国家。几天来，卡塔尔派出3架专机协助修复喀布尔机场设施，并带去一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。他又不愿意，也不能直接给塔利班打交道，因为过去这个前政府跟谈判是因为了停火撤军，是在交战状态是可以的。但现在你已经撤了以后，你使馆也搬走了。那么双方不仅没有外交关系，而且美国现在还视塔利班为恐怖组织。从美国国内法来讲，你不能跟恐怖组织有联系，你有联系的话算违法。那他只能通过的友邦，那么友邦最好的当然就是阿联酋啊、卡塔尔。而且最近卡塔尔呢，因为他做东开了那么多的会议，双方之间的这个3方之间的渠道很畅通，加上卡塔尔又是美国的盟国，所以很多的不便直接说的话，不便直接做的工作，可以通过卡塔尔来给塔利班传话。离开多哈后，布林肯随后还将前往德国，与德国外长马斯一道组织20国外长视频会议，讨论阿富汗问题。观察指出，这一安排也非常蹊跷，因为线上举行的视频会议无需布林肯远赴德国，因此其真实目的是修补因仓促撤军而损坏的与盟友关系。美方加紧修复盟友的动作还包括，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将于周日启程，先后访问卡达尔、巴林、科威特和沙特等盟国。在布林肯到访欧洲前夕，欧洲方面表达了对美国的不信任。欧盟经济事务专员、意大利前总理珍蒂洛尼周六表示，当美国及其西方盟国逐步撤离该地区之际，欧盟作为一个整体，应当加强自身在这一地缘政治舞台上的活跃程度。